最近这几周，中国的重磅炸弹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地雷般的连环爆炸。先有7月18日，恒大集团发布财报，总负债额仍然达24000多亿元人民币。8月8日，市场传出碧桂园尚未兑付境外2笔，共计22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利息。8月11日，中国资产管理巨头中植系爆财务危机，逾期无法兑付。8月14日，中国国企建商首次跳票，远洋集团因违约停止交易。8月18日 ，SOH 中国传出欠税19.86亿人民币。8月23日，中国宝能集团旗下宝能地产的100亿元股权日前被法院冻结3年。一系列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使到投资人担忧中国境内的房地产和理财产品这2大危机会否像当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引发全球系统性风险。We're down over 16%. Dow at the same time has fallen about 18%. 像骨牌效应那样往国际金融体系蔓延。A deep distrust of Wall Street and a near meltdown of the global economy. 这期视频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美国债券的第2大持有者，也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假若它遭遇金融危机，美国不可能毫发无伤，甚至即使中国经济放缓，也将直接影响亚洲邻国，美国也必然会受到一些溢出效应。相信不同的观众也有世界各国的投资，美股、港股、欧洲甚至其他亚洲国家方面的投资。中国这次的事件对我们这些投资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大家记得留到最后把影片看完。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宇，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了。首先，我们先说房地产方面，恒大集团的总负债约为 2.43 万亿元，碧桂园 1.43 万亿元，而当年雷曼兄弟总负债为 4.47 万亿元。从表面数字上看，单单恒大集团的债务便达到雷曼的1半。若加上其他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内房企业的债务，这次危机金额之大，看起来是绝对能够引发下一次全球金融灾难。不过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单单用负债金额去判断，的确是太过片面了。虽说恒大集团的资产负债比例是 176%， 但碧桂园的资产负债比例则相对低，只有 82%。 前者已经资不抵债，但后者还没有。那么我们再去细看这些房地产企业的负债结构，他们的负债当中会否有一些能够影响全球各地的债务部分。首先看负债巨头恒大，它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债务，也就是 Chapter 15， 其实也只是有190亿美元，其余超过 90% 债务为人民币内债。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并非完全开放，这些债务很难对美国造成一个较大的冲击，只会对中国本土带来直接影响。而另外2个看起来负债数字同样很大的碧桂园，它账面上的现金流，也就是速动比率等关键偿债指标都是明显高于恒大的，整体财务体制也是相对较稳健。就算它最终违约爆雷，也不是无序扩张的问题，因为恒大债务主要涉及上游供应商的各类应付账款，以及银行和债券投资人的各类有息负债，但碧桂园的负债则主要来自未交付的预售房屋产，再加上政策环境转变和保交楼的情况下，它所波及的范围是更加相对可控的。另外再补充一点，恒大的美元债评级早已被评为 C 级，投资者相对的已经做好高风险高回报的准备，并不是如2008年当时美国金融机构缺乏监管，大量垃圾债券被包装为 A 级债券，并推销至全球。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ecause it's what allowed a housing crisis to become a nationwide economic disaster. 使到债务违约时，投资者根本来不及反应，被割到一个措手不及。再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海外投资人的资金在中国地产开发投资中占比其实很低，只有 0.1% 左右。所以实际上，海外金融市场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比率及报险程度是远远没有海外传媒报道所言这么夸张的高。那么我们再移到下一个风口，中国境内理财产品风波当中的表者便是据报管理超过万亿资产，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系。这些理财产品的投资组合当中，主要都是因为城投债券和国内房企的股票和债券而过分报险，而且影响的范围高达15万名的高净值投资人，还有5000家的企业客户，而涉及的债券的权益呢，高达了人民币2300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总资产占比只有 20% 左右为金融相关的资产。另外，此次出现问题的理财产品，在中国居民的总资产中占比还只有不到 6%， 对比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居民的总资产占比有约 70% 都集中于股票、债券相关的金融市场商品，所以才是为何当时能在金融市场中引发如此夸张的连锁反应。两者的报险程度根本无法做比较，对比当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另外说到城投债方面，海外债券投资人所占的百分比更是只有 1%， 所以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非常有限。再者，中国在面对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持续释放相对良好的态度，例如房住不炒的口号也在此次会议中没有提及。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尤其提到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不再重申房住不炒，而是要求各地想办法推进房市。也提及到支援地方债务风险，也就是城投债的问题。北京官员传出要出手防范，将利用现有债务限额空间处理，例如发行再融资债券，具体额度和细则尚待公布，又或者多次下降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以及降准等，这些政策都透露出政府开始托底房市，以及开始聚焦地方制和金融机构报险的问题。那么最后更加生动的去总结一下中国的状况，打个比喻，中国现在就是一个人，这个人胃里有好的细菌和坏的细菌，这个人想把坏菌杀一杀，就吃了名为3道红线的2023辐射三文鱼进去杀菌，怎知道这三文鱼辐射力太强，不单把坏菌杀个半死，还把好菌也弄伤了。但是因为这个人比较固执，只愿意吃一些便宜的补品去充其量照顾身体，暂时还不愿意吃超级贵价的补品去疗养身体，也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了。那当然现在这个人还算是在正常的身体杀菌生菌的过程，还没进到坏菌变异感染其他人，造成大规模混乱死伤的情况。现实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也是必经之路，经济体周期的一部分。摆脱过去中国在经济上依赖房地产和投资的惯性，投放更多资源于发展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突破。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看通经济周期、股市周期等的资讯，可以点击下面资讯栏的连接。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我们下次再见。